三生浮世的烟火，换你一次长意的交错。当夜绿了岁月的长河，我还要等着你来找我。花开不见叶儿，叶儿抬头不见花，只怕此恨长长望不尽天涯。若是一片深情不敌飘扬的黄沙，许我共身一生相守繁华。许我共身一生相守繁华。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药，我还你双倍的银锭。爽快！天亮之前，是否能找到大渊火烧？找不到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别急啊！你不是说金葱蓉珍贵吗？那你想想，如果你是下毒的，你会让那些上品再普通的上货吗？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走。我说你，身为女儿身，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儿？什么叫正经事儿啊？那养在深闺中，最后当个和亲公主，那就是正经事儿了。这边。哎，哦，好了啊，哎，下次再来啊。好，给您钱啊，谢谢。哎，慢走啊。小 K 哥，哎，生意挺好的。还好。怎么，迷魂散又都用完了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你买一味药材的。什么药材啊？金葱蓉，听说过吗？金葱蓉，我岂止是听说过，我就是摆弄金葱蓉的行家。就连大渊国供的金葱蓉都是从我这儿拿去的。大渊国供？对啊，去年旱灾，大渊的金葱蓉全部毁了，都旱死了。我就瞅准这个时机，我就把那个老小子那里所有的库存金葱蓉，我全部给买断了。随后我高价转手卖给了大渊的国库。哎呦，那不赚大发了？那是啊，这还没完呢。今年这老小子又来了，他一看我用金葱蓉挣了这么多钱，给他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，悔得一段一段的。哎，有时候我在想啊，那小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他又买走了我今年新收购的所有的金葱蓉，还是高价收购的。我就想啊，你像去年有旱灾，金葱蓉涨价了，今年这风调雨顺的，药材不会涨价呀，只会跌呀。他怎么那么蠢啊？不是他蠢，是你黑哥呀太精明，没法弄。哎，小黑哥，等等，你刚才说金葱蓉都被那个人给买走了，那你手上不是没货了？对啊，没货了，整个黑市都没有货了。糟了，哥哥，怎么办啊？故意让货商贩卖给大渊，再通过大渊进贡到各国。不过这毒药究竟是什么呢？连国医都看不出来，而且只对翁归于我有效。哎，你说这金从容和什么一起吃下去，会让人觉得心绞痛，甚至吐血不止吗？你说什么笑呢？这金从容可是重伤圣药，特别对那个常年的外伤，那特别有作用。你要给他吃了，围着这乌孙跑2圈都不带气喘的，他怎么能吃了吐血呢？你给他吃多了吧？
常年外伤。原来如此，这金葱茸药性本无毒，是医治重伤的良药。但这批金葱茸是被人下了毒的，毒性专门针对重伤之人，所以国医和解忧常药并未异常，但对重伤的温归而言，却是致命的。金葱茸是各国国王赏赐大臣的，大臣中常年外伤积累的是将军。哼，这个幕后的老小子，处心积虑将药材送到各国，是要将刀刃伸向外方咽喉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小黑哥说整个黑市都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说，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老小子长什么样？他每次来都是蒙了面的，根本看不清他什么面目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每次走的时候一转身，这个脖子上有块胎记，我看清了。多谢。银子。哎，我说漂亮小哥，要不你也来点迷魂散，给他用。哎，等等我！喂，你怎么找那个老小子啊？既然有胎记，就一定能找到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他是谁，你怎么陷我啊？太医已经回去歇息了。嗯。阿彩，把这些银子给监狱的狱卒，把这些饭菜给大陆送过去。这是，大陆知道文归平安，就不会跟昆明怄气了。快去啊！嗯。你们让开，别拦着我了，让开呀！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小苍狼啊？哎呦，我说妹妹啊，你这冒冒失失的闯进去，万一他又吐血该怎么办啊？可是，吵什么呀？右夫人，再吵就把温归吵醒了。公主，找到药了吗，怀大人？啊，公主，这治愈重伤的药，我们一直在找，但是想尽办法都找不到，恐怕温归是过不了今夜了。过不了今夜了。药？你们要什么药啊？小苍狼他怎么了？啊，金从容。金从容。金从容。早说呀，我有。我哥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，把仓库全给烧了。幸亏我偷偷藏了几支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快去！这个阿依拉呀，有一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哥哥。嗯，公主，下毒的人是长山西侯。喝了，喝了。再喝一口。醒了，这金葱茸还真是神奇啊！幸亏我偷偷藏了几只，不然全被我哥糟蹋了。小苍狼，小苍狼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
他很好，你再喝2口药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能见到他了。来，大口喝。怀大哥，在温归醒来之前，不要告诉他大陆的事情。公主，你这是打算去见昆弥？我同意，常山西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整个王庭，昆弥不会放过他的。我还不打算揭穿常山西侯。为什么？打蛇打7寸，光凭一个商人的一面之词，不但扳不倒他，我们还会惹上污蔑重臣的罪名。再说，阿依拉这么善良，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温归也醒不过来。我真的不想连累他。怀大哥，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温归，一旦有什么事情，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诺。风凉，你怎么知道常山西侯脖子后面有块胎记？什么时候看见过？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当然是洗澡的时候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最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吗？昆明已经不早了，当心身子。啊，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再看一会儿。昆弥，你来了，说明温归他醒了。回昆弥，解由给温归将军针灸了中府穴，再服用了太后的金葱蓉，他恢复神速。你还敢给温归服用金葱蓉？太后以德服人，她绝不会害自己的亲侄，解由信任她。古一向赏罚分明，这次右夫人就指温归得利，回宫等赏吧。昆弥，哎，你若是想给他们求情，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国医乃一介女流，大陆又是温归将军的父亲，情急之下说了一些胡话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什么情有可原？他们诬陷太后，言辞犯上，这都是重罪。你与大陆是叔侄，所以你该了解他的性子。无论他说了什么，肯定是无心的。有没有心，姑自有判断，不用夫人提醒。解由只是担心大陆入狱以后，可能会对朝堂。朝堂之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后宫插手了？
右夫人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昆明，国医是我带来的，他不懂事，说错了话，惹怒了太后，误导了大陆，解忧难辞其咎。可是你能不能看在翁归将军身体虚弱的份上，宽恕大陆呢？我刚才的话，你还没听懂吗？请昆明宽恕大陆和国医。你真想跟我对着干？如果你一定要问斩他们2人，那解忧只能同死谢罪。这事没得商量。昆明若是不答应，解忧便会在此长跪不起。姑要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会明白，威胁对姑没用。你既然爱跪，就跪着吧。昆明，北庭战事连连，还望昆明早日抉择将军人选。老臣以为，那林虞侯副将跟随莫振离将军南征北战多年，他，昆明，翁归醒了。臣等恭贺翁归将军康复。孤本有意让翁归接任这戍边将军一职，不过他最近身体不好，所以稍后再议。3天之内，孤对此事必有定夺。翁归将军，太医，怎么样，太医？没想到我这条命这么硬吧？恭喜啊！这次我能够恢复，全凭太医你的悉心照料。我一定启禀昆明，好好的嘉奖你。臣愧不敢当。行了，没什么事情，就下去吧。喂。派人跟着他，他一旦出城，即可通知我。是。你这一脸愁苦的，你怎么了？将军，属下实在不敢隐瞒，您病重之际，大陆出口激怒昆明，被打入大牢。解忧他也瞒着我，他人呢？右夫人昨夜去见昆明，至今未归。去，叫人来给我更衣。去。是。右夫人在这儿跪了一整夜了，这又是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请回禀昆明，解忧不是在施计，而是在表决心，希望昆明能宽恕他们2人的罪过。解忧就一直跪着，一直到我死。那我再去跟昆明说说。这个固执的家伙，跟孤较劲的本事倒是不小。昆明，不必求情，他爱跪就让他跪去。
坤弥，怎么了？坤弥，一群大臣跪在太后的寝宫外面说，不是求太后手下留情，不要杀了大陆。什么？走。参见坤弥。你们胆敢到太后寝宫闹事，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坤弥？坤弥，臣等万不得已，只求保大陆一命啊！朝堂上的事情到朝堂上解决，你们找太后做什么？坤弥，此事因太后而起，我们只能找太后求情了。大胆！你们可都是朝廷重臣，怎可拿道听途说的消息来污蔑太后？是翁将军亲自传信，坤弥，你就不要再瞒我们了。坤弥，大陆和翁归将军都是皇室血脉，请坤弥和太后念在老坤弥的旨意，善待他们父子二人。你恳请坤弥，恳请坤弥。好，好。既然你们一个个都心系大陆，那好，孤成全你们，那就到牢中去陪他吧。来人，带走！坤弥，坤弥，坤弥，坤弥饶命啊！坤弥饶命啊！母后，让您受惊了，孤来晚了。坤弥，太后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母后，这事儿是孤没有处理好。这不关坤弥的事，怪就怪温归太咄咄逼人。我好心赏赐的药材，他居然……起来吧。啊。虎姑就是不明白，如果没有那些大渊药材，温归恐怕都过不了这趟鬼门关。他怎么能害救他的人呢？啊，母后，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温归，是孤把大陆囚禁了。你说什么？大陆他言辞犯上，如果我不处理他，那以后还如何服众啊？可是，坤弥莫忘了母后常说的话。母后放心，孤自有分寸。既然连夜把我救醒，为何不让我来处理此事？因为我担心你的身体。你担心我的身体，我就不担心你了吗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感情的事情是不能一直退让的。不知道哪一天，你就会退让到连多说一句话、多看一眼都觉得奢侈的境地。你选择去戍边，是因为已经无路可退了吗？我选择去戍边，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。起来吧，别跪了。坤弥，他不喜欢被人威胁。我不能走。以他对我的了解，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，他一定知道你来过了。知道就知道，总比你把腿跪瘸了好。你为了我，宁可终生戍边，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。就让为你跪一次吧。
解忧，你说是不是我们两个人都生错了地方？没有。若不是生在此地，你我怎能相遇呢？彼此心里装着对方，也没有什么怨恨和遗憾了。只是我好羡慕你，可以逃得远远的。眼下局势复杂，恐怕我也不能随你所愿逃离这一切，去当我的戍边将军。解忧，你说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，是会记挂一生，还是会两两相望？既然命中注定，又怎么会分开？既然已经分开了，破镜难圆，那就让我们用一生去努力忘掉对方吧。岁月的长河，我还要等着你来找我。花开不见月浪，月浪。可是忘记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。望不尽天涯。若是一片深情不敌，飘扬的黄沙，许我孤身一人享受繁华。许我孤身一人享受繁华。回禀侯爷，他跑了。跑了？他早已安顿好家眷，连夜出城逃跑了。侯爷放心，我已派人去追，一定将他灭口。还不快去！喂。陈翁归叩见昆弥。谷已经不胜烦扰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昆弥啊，我这自打清醒以来，耳边就一直有人跟我说，谁谁谁又被关进大牢，我也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来烦你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放出流言，煽动那些大臣去惊扰太后，我至于这样吗？平日以为你只是烈性贪玩，不至于行事鲁莽。可是你这次，啊，太荒唐了！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先坐，我这好不容易病愈，你陪我说几句话。来，先坐。王兄，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偷偷溜去特克斯草原，没想到碰到2只野狼的事情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我还记得当时那2只野狼把我们围了起来，眼见着野狼都已经露出了獠牙，在我们觉得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那2只野狼自己却打起来了。他们本是草原的领主，有着强大的力量，有着滔天的野心。他们明明可以分别猎杀我们，然后再分享肉食，可是他们却没有。他们宁可自己吃不下，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猎物。
那2只野狼拼得你死我活，两败俱伤，最后的结果却是我们2个人捡回了性命。你想说什么？生活在野狼身边的人，就如同当年的你我一样，不知道多希望看到2只野狼打起来。只有我们两败俱伤，他们才能生存下去。王兄，你知道我生母早亡，太后与我就像母亲一样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宁愿冒犯你，也不会冒犯太后的。所以，易硕和我父亲的事情，还请王兄明察，还他们2个人一个清白。易硕的事情，我当然会查清楚，还他清白。可你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言辞犯上，这是重罪，不是你讲几个故事就能平息的。翁归就是为此替父亲来向昆明请罪的。王兄，他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放手不管了。你管？你要怎么管？啊？你也想学右夫人在这里长跪不起？我不是女儿家，自然不会耍这些无赖。父亲他身为朝廷重臣，以下犯上，冒犯昆弥，本是死罪。但还请昆弥念在他过往功劳的份上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翁归也愿以性命相保，此类事情绝不再发生。为表悔意，我们父子2人愿拿出封地5年赋税，赠与戍边将士。记得，明天亲自去向太后请罪。谢昆弥恩典。起来吧。公主，公主，易硕，你怎么来了？都是易硕莽撞，连累了公主。大陆呢？放心，大陆已经被接回去了。是昆明让你来的吗？是翁归殿下，他说你要见我，才会乖乖回去的。这家伙总算是说了一句懂事的话，看来他是彻底好了。你说，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，是会记挂一生，还是会两两相忘啊？我选择去戍边，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。可是忘记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得到。将军，这太医今儿一离开，就把老婆孩子安顿回老家了，然后自己收拾东西，悄悄出城了。果然是他。他往哪边去了？一路向东。他这么贸然离开，他的旧主子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这样，你派人跟紧一点，但不要贸然动手。等到仙谷被他们追杀，逼至绝境的时候，再出手救他。这样，他才会真心的服从我们。你慢点啊！哎呀，将军，此女在外鬼祟偷听。啊，什么偷听啊？我只是刚好经过。翁归将军，你这侍卫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？冯姑娘，既然刚好经过，不如坐下来喝杯茶。他抓着我怎么喝呀？哎呀！疼死我！我这次能够得以恢复，
说来，还是要感谢冯姑娘出手相助啊。哎呀，还算你有良心啊！你这深夜过来，就是来给我送药的？你怎么跟右夫人一个德行啊？别忘了，右夫人可是我的师傅。师傅？什么师傅啊？别跟我扯别的，你到底干嘛来了？这只无毒的金葱茸呢，是我从阿依娜手里头，不是拿来的。它不是给你吃的，是拿来揭发常山西侯用的。你跟常山西侯有私仇啊？没有啊，我冯辽一身正气，就是看不惯这些奸臣罢了。那么巧，我翁归也一身正气。不过呢，这时机不成熟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所以这个金从容，还是先留给我吃吧。哼，冯姑娘放心，翁归不会手软，不会让这些奸臣得逞的。你确定不要喝点茶？皇宫是个污浊的地方，但为了报仇，我必须留下来。臣叩谢昆弥不杀之恩，昆弥万福。起来吧。谢昆弥。诸位都是朝廷重臣，以后还望能恪己守礼，凡事三思而后行。谨遵昆弥旨意。陈翁归，自荐边境大将，我愿以皇家之名驻守边境，保乌孙昌平。翁归啊。姑昨天回去以后，仔细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，发现你记错了。特克斯草原上只有一只狼，没有两只，而这只狼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。就算是孤独至死，也不会放任其他野狼在他的草原上横行。姑决定了，由纳林与侯将军担任戍边大将一职。翁归，你就留在朝堂辅佐我，一样可以保乌孙昌平。退朝。没想到到了最后，他还是不信我。这几日在大牢里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不管多么韬光养晦的积累，昆弥不想让你有，你就什么也不能有。我们的命始终不能由自己。不过，不要丧气。人生之路漫漫兮，非一朝一夕定输赢。我并没有想要定输，我只想要一走了之而已。这世上哪有一走了之的事啊？
皇家无情啊！但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，只要活着，这土地、这宫殿、武村的所有，终将都会是你的。我不要所有，我只要我想要的。还好这段时间气候干燥，不然公主这膝盖会落下风湿的病根。公主，你也太老实了，你怎么能珍贵啊？昆明不在，你就偷懒呗。冯姑娘在外面不是有很多生意要做吗？怎么一天到晚往宫里跑啊？多一个人陪我，可以解解闷。就是。哎，公主，不如我搬进来陪你呀。搬进来？对啊，做生意虽然有趣，但是我想过了，如果公主能收留我的话，我愿意当公主婢女。你若想来，随时可以来，何必要做婢女呢？我觉得当婢女挺好的，看阿彩姑娘就知道了。再说，如果不当婢女的话，就没有资格长留在宫中了。宫里没有外面自由自在，你要是想来，你就来。可是，一想到宫中险恶，又有点不忍心。你放心吧，公主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收留我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来吧。你功夫这么好，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。天空有些微光，绚烂的不一样，映着你的脸庞发烫。紧张不再紧张，心里有个念想，永远在世界上，并不是谎。你像一道极光，来过我的磁场。美的东西总是匆忙，短短几个篇章，这份爱意慢慢滋长，化烛光，漫万丈。